在本支影片中，你可以学会制作吸睛的多萤幕拼接画面。我们将会介绍 Viewport 功能来设定萤幕拼接的显示范围，以及使用 Local Sync 来同步画面显示内容，让多萤幕能同步显示活泼的画面效果。在开始编辑我们的多萤幕看板前，你可以透过上方显示的网址下载我们提供的素材。我们也同时会将网址放在影片的说明区域。如果想要将两个萤幕拼接起来，在上面同步显示动态画面，该如何操作呢？新增一个 application， 命名为 Multi-Screen Signage， 预设的画面网格尺寸是 96×54 grid。这时候我们希望两个萤幕是横向放置、左右拼接的，所以整体画面就会是 192×54 格。相同的，聪明的你也可以思考一下，若希望两个萤幕横向的上下拼接，该怎么设定呢？没错，就是 96×108 格。好的，我们进到 Application 后，会发现内容编辑区域变2倍宽了。接着就如同之前教学的排版方式一样进行，但在较大的画面会有不太一样的排版方式。第一个 Canvas 命名为 Dynamic Menu， 我们切成2个部分，左边是 Menu Image，右边放上 Hamburger Video， 尺寸都是 96×54， 到右侧汇入 Media 的素材档案。接着第二个 Canvas 命名为 Happy Hour， 加入 Happy Hour 的长幅图片，使其满版 192×54 格，汇入素材。我们希望 Dynamic Menu 右边的影片播放完后，整个画面包含左边的图片能同步跳到下个 Happy Hour 的画面，所以我们到 Hamburger Video 设定 Round End， 选择 Change Canvas， 到 Happy Hour， 最后到右上角储存，这样画面就编排完成了。在完成双萤幕应用程式后，接着进行萤幕配置的动作，来设定 Viewport 的部分。我们回到外层，选择要设定的 Application， 在右方进入 Device Viewports 中来设定 Viewport。会看到中间有个白框，这是整体应用程式的显示范围。左边已经有2个绑定好的电视机设备，先点击 TV Left。放入时会显示全满的显示范围，可以在右边打上尺寸调整 96×54 格。点击第2个装置，也是在右边打上尺寸调整，移到右边，这样就代表2个萤幕拼接在一起了。按下方更新就完成了。这样一来，左边装置的萤幕就会显示左边的画面，右边的萤幕就能显示右边的画面咯。若想做更多不同的萤幕效果，我们可以到右边旋转类型选物理旋转，这样除了正放萤幕之外，也可以输入90度或45度，这样就可以在墙壁上做特殊的拼接动作，看到的萤幕画面也能保持正常角度的状态。我们 Update 来看看效果如何。会发现只有右边的萤幕因为影片播完能切换画面，但左边的图片并没有同步做改变，该怎么办呢？Local Sync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Local Sync 是 Bricks 专门为萤幕软体拼接而产生出的技术，在理想环境最高可达30赫兹的同步率。Local Sync 的原理是给所有播放设备一致的同步命令，让所有设备在同一时间进行播放影片或切换画面，能达成软体拼接的效果。我们在其中特别研发了同步命令的演算法，降低设备间的不同步性，达成最佳的效果。使用 Local Sync 前，请特别注意：第一点，请将所有设备放置于同一网段的区域网路中进行，最好使用有线网路，因为 WiFi 的延迟问题比较严重。第二点，请尽量使用效能相近的播放设备，最好是全体使用完全一样的播放器。目前测试效果最佳的是 Apple TV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使用须知，欢迎参阅 Local Sync 的说明文件。该如何使用 Local Sync 呢？很简单，进到 Device 里，选定要被同步的装置，向下滑到 Local Sync 的部分，在 Enable 按 Yes， 按储存变更。另一个装置也照样操作，这样 Local Sync 就设置完成了。建议回到 Application 再储存一次，确保档案是完整的。完成后，我们会看到画面内容可以同步显示，并在右边的影片播完后，2个画面都能自动跳到下一个画面。